喂，妈。啊，你说你去旅游啊？真的？去旅游是好事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也别坐车了，我直接开车带你去。到那里，我可以带你到处玩一玩啊！你看你那么大年龄了，很多好的地方都不知道呀。再说了，你肯定没我有钱呀，我带着你还不用你出钱，吃喝拉撒这些我全包了。行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好，妈，那你先挂了哈，等一下我去接你。小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妈说想去旅游，我想她那么大年龄，她出去旅游我也不太放心，所以我就想着我开着车带她去。可是小薇，咱们不是约好了吗？这我妈生病了，咱们明天回去看她呀。你这走了，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说你妈这生病了，就算我去看了她，她也好不了呀。你再往后边再推推呗。我先带我妈旅游，旅游回来了之后再去看你妈。可是，咱们都已经答应我妈了呀。如果这不去的话，这我妈肯定会失望的呀。那我也答应我妈了呀。那你妈是妈，那我妈就不是妈了。小薇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怎么说了呀？这我身为我女儿的，这我带我妈出去旅游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行，那我再问你，刚才我在里面听你说，你给你妈拿钱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说这我妈出去旅游，那我这做女儿的跟她一起去，我不可能让我妈出钱呀。所以我妈的一切花销我就给她包了。小薇，你这大方的有点过分了吧？这我妈生病还需要钱呢，你这给你妈包了，这我妈生病怎么办呀？那我不管，这我妈一起去旅游呢，这我作为女儿的，把我养那么大也不容易，我给她掏个钱，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啊。对，天经地义。行了吧，你要去你就去吧，我不问。你这人还真奇怪了，跟我妈出去旅个游，怎么还生起气来了？是我的错，我还不该生气，行了吧？本来就是你的错呀。妈，累了吧？哎呀，累死我了！走，咱们坐到新地去。来，妈，哎呀，这真是老了呀，这老胳膊老腿儿不中用了。妈，这出去旅游也就是累人。哎呀，我这脚疼得要命。是吗？要不走，我带你出去上那足疗店找人帮你按一按。不用，花那钱干啥呀？我这用热水泡一泡，洗洗脚，歇歇就好了。妈，那能一样吗？你不知道，人家专业的。小维，回来了。是正在说呢。这妈脚疼，我想带妈去门口的足疗店去给她找个技师给她按一按呢。我这一辈子还没去过足疗店呢。对了，妈，小薇，你们这儿回来买那么多东西你说的这个，那当然了，这好不容易出去旅游一次，你看那边的东西咱们这边都买不到，当然要多买一点了。是吗？这花不少钱呢。那当然了，这旅游景点的东西可不便宜呢。不过只要我妈喜欢就行。是啊，还是我闺女孝顺。是，她太孝顺了，花的都是我的血汗钱。怎么说话呢？怎么阴阳怪气的？闺女，这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回家了啊。妈，你这就走啊？回去吧。东西。是。我先走了啊。妈，别走啊！这小薇还带你去洗脚呢。不用了。你怎么回事啊你？那可是我妈，你怎么跟我妈说话这个样子啊？我这么说怎么了？小薇，就只能你对你妈好，我不能说几句啊。当然不行了，那可是我妈辛苦把我养大，把我嫁给你，你应该对她更好一点。你怎么能对她说话阴阳怪气的呢？让我对你妈好，那你对我妈好了吗？我跟你说了，这我妈生病让你去看她，结果你跟你妈继续旅游。你知道我妈看见你没来多失望吗？她现在生着病呢，看不见你，她心里多难受啊！有什么好难受的呀？不就想见我吗？我都说了，等旅游回来就去看她的。要不现在去？现在去你不觉得晚了吗？小薇，
你跟你妈大手大脚的买东西，你想过我妈了吗？你想过我了吗？你看你每次出去，不是给你妈买这儿，就是给你爸买那。现在你爸的衣服比我的都多，你想过我吗？你想过这个家吗？你满脑子的都是你娘家人，还有你那个妹妹，成天在家游手好闲，什么都不干，就知道给我们要钱。怎么着？我是开银行的呀，我哪那么多钱给他们呀？你吼什么吼呀？那我给我爸妈买件东西，给我妹买件东西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这做姐夫的，出一点力又能怎么了？你怎么那么小气呀？哼，现在你还没认到自己的错误是吧？我给你家花了这么多钱，到头来还我小气。行，我小气，这以后啊，这个家我也不回了，我在公司住。你吓唬谁呢？你爱回不回？你还到公司住，那我还不回来呢。我也回娘家去，这个家我也不带了。妈，闺女啊，你来了，来，这怎么了？小脸嘟噜着。我啊跟小白吵架了。跟小白吵架了？为什么呀？妈，你别管为什么了，反正啊，他已经去公司住了，说不回家了。他都不回家，那个家我也不待，我以后还就在这儿住，我也不回去。行，咱不回家，咱就在这儿住着哈。这个小白呀，他真是的，你说这好端端的，干嘛要和你吵架？你放心，他不来叫你呀，你呀就不回家。行，妈，就按你说的，他不来叫我都不走。好，不走啊，别生气了啊。这妈呀，去给你收拾房间啊。行。怎么了？妈，我姐还要在咱们家住多久啊？她怎么还不回她自己家呀？我哪知道呀？到现在你姐夫也不来叫她。我不管，你让我姐赶紧走，我不想跟她睡一个房间了。大美，她可是你姐呀，你说她不来叫她，我也不能赶她走啊。我姐怎么了？妈，你可别忘了，我姐她已经结婚了，她有自己的家，她不能一直在咱们家常住的。再说这住的时间也不短了，这都已经1个月了，这得住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姐要是不回去啊，那她这事情永远都解决不了。那行，我让她回去。早就应该这样，遇到事情就应该当面解决嘛，非得还回来娘家住干什么？你赶紧跟她说啊。好，我这就去找她。妈，小贝，你看你在这儿住的也有1个月了，也该回家了吧？妈，你不是说小白不来叫我就不让我走吗？这才住了1个月，怎么还想赶我走啊？我不是撵你，你说你自从来到这儿以后，这家务你也不干，衣服你也不洗，全让你妹妹干。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呀？你在这再让她住啊，你妹妹她都不愿意了。你现在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了，这小白一辈子不来叫你，你一辈子就不回去啊？我养你一辈子呀。妈，我算看出来了，我在这住了1个月，你是嫌弃我了。行，我走。那行啊，你路上慢点啊。小白，小薇啊，你说你都在公司住了1个月了，是不是该回家了？家，那还是我的家吗？那应该是你的家吧？小白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知道是我错了，我之前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我娘家那边，对婆家这边忽略了很多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会改的。你就跟我一块回家吧。小薇，你这怎么了？怎么突然之间转性了呀？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在我娘家妈那边也住了1个月，可是他们就嫌弃我了，就把我赶出来了。
所以我看了，真正对我好的人只有你。小飞，实话跟你说，其实你以前对你妈好，我能理解，毕竟呢，你妈把你养大也不容易。可是咱们现在毕竟也已经结成家庭了，你可以对你妈好，但是你不能把你全部精力都放在你妈那边，毕竟咱们才是一家人，你也应该为我为这家考虑一下。你说的对，我以后一定会改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咱们这个家好的。行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真的啊。